哇，现在全球股灾跌了这么多了，未来还会跌吗？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，我做了大量的研究，我发现未来有5个可能性，有2个可能性是非常惨淡的，5个可能性当中有1个可能性是要保命的。那今天一定要给大家一个逃命的锦囊妙计，大家真的有缘分来到这里，一定要留到最后。第一个，关税战持续，美国加了关税，中国以牙还牙。美国说你以牙还牙，我再升级，再给你一点关税。中国说你加了，我再加。中国加了之后，美国再加，2个人都不 back down， 到最后全球的贸易跌了好多，可能是50%的下跌，可能是40%的下跌。这样一来，虽然好多东西可能真的会回到美国，特朗普说 Made in the USA， 代表全世界的美元不见了。以前是靠的是美元 Easy Money 的美元供应了全世界，使到全世界繁荣了。现在他不愿意给你繁荣了，但大家没有繁荣了，这是一个循环。中国人不买 iPhone 了，买不起了，或者不愿意买了，台湾人也买不起 Nike 了，没有 Lululemon 了，全世界没钱了，所以这个带来又有滞胀又有经济的衰退。这个就是70年代。我们看一下70年代股票市场跌了多少，1半以上。所以如果是第一个可能性的话，我们要密切留意关税战会不会互不相让，继续的升级。如果是继续的升级的话，还没跌够了，现在才跌了20%几，最终要跌50%以上，这是70年代的一个例子。所以呢，如果欧盟也加进来升级的话，股票市场还要跌多1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早点走了。第二可能是更糟糕的，大家的关税战使到全球不光是经济衰退，是全球大萧条。有一个分别的经济衰退只是痛苦一点，经济大萧条是饿着饭都没得吃了，要造反了，要去抢东西了，要去打仗了。1930年就是因为世界大萧条，当时也是美国2个共和党的议员再加上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搞出来的关税战，使到全世界都没饭吃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因为德国人也是要赔好多钱，德国人就出去抢了，结果就是全世界第2次世界大战。所以如果全世界大萧条，大家都没饭吃了，美国人 great again， 全世界都是 not great again， 全世界跟你打仗你也会死，一起死。 Of course 每次打完仗美国都是 great again 也许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， we don't know， 但是这是最糟糕的。那我在2个星期前拍过市场有3个灰天鹅，虽然没有完全的到最差的状况，3个黑天鹅全部出现，所以呢不再重复这个视频的内容了。再退后一步，Ray Dalio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，桥水的创办人，他写过一本书叫《帝国兴衰 Change of Empire Change of Order》，他里面所说的一个帝国衰落的时候6样东西，除了对外大规模的打仗没有发生，其他的5样东西都发生了。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不是吵了很厉害？所以呢，贫富悬殊在美国也是很厉害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而他讲到之前的所有的最大的帝国和老二交替位置的时候都有战争，到现在为止只剩下最终的战争没有发生，而这个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大。再加上回去看一下那个3个黑天鹅，其中1个在台湾，希望没有这样东西。哇，那这么严重的话，我们要不要全部清仓离场啊？那如果你全卖清光的话，有3个风险你是要考虑的。第一个，卖清光了，突然间特朗普变卦了，或者事情改观了，有可能股票会涨了好多，你卖了再也追不回来了。第二个，你卖走了之后，它可能继续跌，但是你也摸不到底，没有及时的回去，最终股票上涨的可能性还是大的。看回以往的每一次股灾，最终还是能够涨回来的。所以如果跌了，你也错过了买回来的机会的话，最终也可能错过了之后的牛市。当然，第3个风险就是你卖走了，手上持有了现金，最终还是忍不住又买回了股票，结果新买的股票又跌了，使到你心烦意乱，这个焦虑也是要考虑的。第3个可能就是特朗普下台搞不定，或者是特朗普被逼的要撤回现在的关税。因为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，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能搞这么多东西？因为少有的参议院和众议院2个都是共和党
控制的，使到这个总统有比较大的权力可以执行他的策略。一般来说呢，美国到了中期选举的话，特别是这一次现在这个状况，到了中期选举，我都能写保单，共和党会失去大量的选的那些这个议席，包括众议院是全部重选的，他们可能会失去众议院，参议院有1/3的票，所以这个之后有可能还有1年半，特朗普就做什么都不顺利了。这个民主党的 Congress 会给他 check and balance， 美国人很讲 check and balance， 也有可能不需要1年半，因为现在的国会的议员看到这样下去，使得他们以后会失去选票，有可能共和党的国会议员现在就倒戈之后，使到特朗普就难做了，因为这个就是 power begins with the people 嘛，这是美国整个立国的一个 DNA， 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的。特朗普现在是像 The Emperor， 像星球大战里面的大帝 Elon Musk 是那一个 Darth Vader， 讲个笑话啊，但是美国有这个政治的结构，人民还是可以阻挡特朗普。虽然特朗普的出发点不要贸易赤字，出发点是好的，意愿是好的，但他给错了药，大家都不买账。那如果第3个可能性发生的话，股票市场是暴涨。特朗普说，明天不加关税了，或者明天我只是讲讲罢了，我只是来谈判罢了，没有关税了，哇，这样股票市场马上涨回到了最高点，你来不及追。第4个，特朗普说，原来我只是谈判手里的筹码，只是给了一个高的关税，大家来谈嘛，我一直在暗示嘛，叫你来谈嘛。所以中国这次的关税，他说，你恐慌了，you panicked， 你没有玩对啊，我在暗示你啊，我们要谈嘛 ，I just want TikTok， you know。那如果真的只是谈判的一个工具，那他只要拿到好处，欧盟也好，中国也好，加拿大也好，他也知道关税有可能不是真正的解药，他也知道有可能关税会对美国带来滞胀，所以呢，现在正好大家都不开心的时候，他就可能在谈判的时候比较更加灵活点，更加能够接受一下对方的 counter proposal 这个反建议，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。那如果美国跟中国达成了协议，无论他是中国吃了多少亏，卖不卖 TikTok 或者卖不卖码头，只要他们谈成了，这个股票市场也会是火箭一样的暴涨，只是这个暴涨没有刚才所说的暴涨的那么厉害，但是也会暴涨，所以这也是好的。你要再追的时候又来不及追了。第5个呢，就是现在的现状，加也加了，没有新的关税了，要反击的也反击了，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，大家都没有再升级，也没有退后，那市场呢是慢慢的习惯了，或者是从刚才的极度恐慌变成了不太恐慌了。这个时候股票市场会涨一点点跌一下，涨一点点跌一下，涨一点点跌一下，但基本上从恐慌指数来看是有点跌过头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第5个可能性是慢慢的会好，但不会好的太快，涨了也会跌，涨了也会调整，慢慢的回到了一个健康的牛市。这是美股。港股、中概股当然是更加有利好的因素在背后，就是有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它的货币政策在背后，所以港股如果是什么都不发生的话，它这个回涨的力量有可能会更大。所以这是5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。那现在我要不要进去捞底呢？我个人觉得在这么动荡难预测的时间里，我们要非常谨慎，不要光追求回报，风险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要不要捞底，视乎你的资产的配置和你的年龄、风险胃纳等等因素。那我个人觉得现在整个股票市场崩盘跌下来，其中有好多的股票其实是不受这次关税影响的，甚至现在市场的发展还是利好这些股票，而他们是被错杀的。所以我们要专注寻找这些非常好的股票。那在一个股灾里面呢，投资变得非常的有挑战性，这个时候你就更加需要一个有丰富经验、经历过牛熊周期的投资达人，不单只是指导你，并且是以爸爸教导子女的出发点来教学生。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真人例子，就是好像 Rich 那样，在这波股灾当中都能够自保，甚至是有获利。如果你都想好像 Rich 那样的话呢，欢迎你加入 GMT， 跟着 Chief 爸爸还有他的专业股票团队，以及我们全球的同学们一起在市场当中避开股灾，并且在全球的市场里面找机会。